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刚刚我在看鸡鸣三省那个大桥的时候，发现在四川这边有一条绝壁公路，就是在悬崖半中间开凿一条公路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，走到这里发现，它这里不光是公路，有一条水渠，还有呢，这条挂壁公路只能人走，骑自行车或者骑摩托车，汽车是走不了的。绝壁公路这2年我看了很多，贵州、重庆、四川还有陕西都看过。让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重庆南阴大峡谷，它那个挂壁公路跟这里非常类似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下面是赤水河，那个桥梁就是鸡鸣三省的大桥，连接四川和云南。所以呢，我们对面这个山，这个上面就是云南。远处那个山顶就是贵州毕节，左边就是四川。我现在是站在四川的上面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面云南，这是一座大山，这是绝壁，是一个平面。那么南阴大峡谷和这里的挂壁公路2个其实都差不多，就是在这样绝壁上面，当年的村民开凿了这样一条路，相当于就是说从顶部人掉下去，在中间用铁锤、用那个钢钎弄了一条道路出来。只不过南阴大峡谷那条道路是可以通车的，就汽车可以通过，而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挂壁公路，它是人通过，还有呢摩托车这些，汽车肯定是过不了了。那么你像看看这里，以前正常来讲的话，这下面都是岩石。那么这里相当于是从里面掏空了一点修建而成的。那么为什么会修建这样一条挂壁公路？而且我们明显的还看到有水渠，它这里是有一段历史的。看到远方那里是3省交界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到从上面到下面这个峡谷呢是300到500米左右，当然有高有低。下面就是赤水河，在这个地方以前是干旱少雨，就是比较缺水。当时有村民在那个贵州、云南运煤的时候，发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绝壁公路有个眼角，那个眼角那里是有水。当时村民就想着，如果那个角的水能够有一条水渠通到他们村子里面，能够解决大家的生活用水还有农业用水，那么是多么的好。当时还想着，假如说能够通的话，宁愿砸锅卖铁，还有卖鸡蛋都可以。后面确实要用水的越来越大，故而在1969年就开始动工，在这个绝壁上面进行开挖，想弄一条水渠过去。从69年到78年，当时总共花了8年半的时间，快9年。在这个绝壁上面开凿出了一条850米左右的这样一条挂壁公路，还有水渠，相当于就是解决了前方那个村落的生活用水、农业用水，也方便了将近当时1万人的出行。因为有这个那个道路嘛，大家出行都方便。这条道路修建之后，村民就经常从这条道路进出，方便了很多。大家现在走这个绝壁公路感觉没什么，或者在这上面骑车也没什么，因为主要是有护栏。如果没有护栏的话，大家绝对会害怕。旁边就是绝壁，万丈深渊。我们站在这里可能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大家通过航拍就能够看到，这个半中间离这个谷底起码的话是有几百米的距离，非常惊险刺激。因为相当于我们是镶嵌在，就是在这个绝壁上，凹进去的一块，我们是等于是在凹进去的里面行走，这是通俗一点的说法。在上面还能看到这个水流很大呀，这个水很清澈，基本上这种山区的水都是可以饮用的。总体来讲，修建这个绝壁公路肯定是非常不简单。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里的资料，他们可能说每年修建的可能只有几十米或者100米左右，
因为在绝壁上开凿太难了，我们就看前方就知道了。这样一块整壁的绝壁，你想一想，必须从上面掉下来，上面放绳子，然后有一个我们说的像篓一样的，人坐在篓上面。关键是在这个绝壁上，如果有点风，那个我们说装人的那个篓啊，就相当于一个车厢一样的，而且还没有我们说现在车厢那么高级，它就会左右摇摆，所以非常的危险。而且呢，一要保证安全，二还要进行开凿，就更难了。所以说，才会花了8年半的时间修建了这样一条长的挂壁公路，非常不容易啊，也非常佩服我们的老百姓。我们看到这个河流旁边还有一条小路，那么可能以前村民就会走到这个河流下面。我们看看，包括前方这些村落，如果以前没有水的话，都要从下面绕下去的。关键是还有一个那个远处啊，给大家看看，在云南那个半山上面，还有几户人家，不知道通公路了没有？你看他们那个水是怎么解决的？一个在这里，然后这里也有。他们这个生活用水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挺喜欢看这种绝壁公路的，因为这个确实是当地的村民一种智慧的体现，一种我们说的那种工匠精神，还有一种那种不怕艰苦。你看看这里，很惊险。这个到现在还跟这个崖壁是平行的，然后在里面开挖出来的。那么当年非常不容易啊。第一，要保证能够开凿出来；第二，还要保证安全。而且看这些石头都是一层一层的，当时修建的时候，你如果不小心有碎石坠落怎么办？所以太佩服他们，非常了不起啊！看看前方，那里到这个下面，起码有300米的距离。远处大桥，刚好那个位置就是3省交界的地方。明显的可以看到哈，贵州的山好像比云南还有四川的这边山稍微高一点点。前方就是那个村落，大家可能会想到，现在可能通了公路，但是它通公路不是这里，是从其他地方绕的。那以前肯定是没有，以前可能进出就是靠这条挂壁公路。那现在可能就大家一些骑摩托人、车的人或者一些干活的人，可能就是走这条挂壁公路。这里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小桥流水？这条水渠和挂壁公路，它是沿着山体，所以并不是一条直线，因为山它可能有转弯，那么它这个水渠也是一样的，它这些地方同样的有窄有宽一点的，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当年敲出来的，还有这个钢钎的眼弄进去，这个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痕迹啊，这个就是这些劳动人民的辛苦见证，当年这项工程的见证。这上面都非常多，一路都能看得到。就是当年它在这打的孔，挤压周边都有点裂了。这个就跟一个东西砸到玻璃，特别是钢化玻璃向四周扩散的场景就是这样子，石头也是如此。只要有那种钢钎眼的地方，都是有点不一样的。这个村落现在没有多少人，我刚才问了一下一位大姐，就是他们在弄油菜的时候，她说这个村落大部分人都搬到山顶去了，那个水就是从那个眼角出来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从大山里面出来的水啊。现在我们往回走，大家觉得这个挂壁公路怎么样？走在上面是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从远处，特别是在鸡鸣山省那个景区，还有对面云南那边看这里，就非常惊险刺激，感觉非常惊险。但是大家恐高的话，尽量就不要看下面了。整个长度是850米。